穿越古代，我成了一名边关小卒，开局就赶上了朝廷分配老婆。当别人争抢着选择能挑粪干活的壮妇时，我反手就选择了3个最瘦弱、最漂亮的女子。只因我绑定了铁血霸主系统，只要与评分95分以上的女子确定夫妻名分，即可获得丰厚奖励。此时在营房外的教场上，3个女子看到我慢慢靠近，以为自己要被我这个小卒带去受辱。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，大约16、17岁的样子，紧紧地把另外2个更小的女孩护在身后，眼中充满了绝望。我走到她们面前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。别怕，跟我走。我伸出手示意他们跟上，那女子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带着2个妹妹，颤颤巍巍地跟着我。他们没有选择，在这里，任何一个男人都比独自面对寒风和饥饿要强。这时，百夫长李虎怒吼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林渊，你小子疯了！带3个拖油瓶，我看你连第1场雪都熬不过。到时候别怪老子不给你收尸。”就是等着饿死吧。明天就把他们卖掉换口吃的。老兵们的嘲讽和恶毒的咒骂声再次响起，但我充耳不闻，带着3个女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场，朝着自己的破旧营房走去。营房是边关最常见的简陋木屋，四面透风，勉强能挡住风雪。我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示意3个女子进去。营房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，几件零星的杂物和一股子霉味。3个女子进了屋，更是缩成一团，紧紧靠在一起，仿佛这样才能获得一丝安全感。她们眼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，打量着这个简陋的栖身之所和眼前这个将她们买回来的男人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把门关上，隔绝了外面刺骨的寒风和老兵们的叫骂声。就在关上门的那一刻，脑海中再次响起系统的提示音：丁成功迎娶3位妻子，新手暴击大礼包正在发放，奖励发放中，西楚霸王之勇融合中融合完成，宿主力量体质敏捷大幅提升，获得万人敌之力，奖励发放中，猪肉100斤精米1000斤已存入系统空间，奖励发放中，极品御寒棉衣3套已存入系统空间，奖励发放中，3000大雪龙旗招募令已存入系统空间。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在我脑海中炸响，下一秒我感觉浑身骨骼都在发出细微的报鸣声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4肢百骸涌出，充盈着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我下意识地握了握拳头，感觉现在的自己一拳就能打碎一块石头，这根本不是之前那个病弱小卒能拥有的力量。我看向自己的双手，青筋暴起，充满了爆发力。更让他惊喜的是那些物资，猪肉100斤，精米1000斤，这在边关简直是天文数字。有了这些，别说熬过这个冬天，就是吃上1年半载也足够了。还有御寒棉衣，这更是雪中送炭，能让这3个可怜的女子免受冻饿之苦。至于那3000大雪龙旗，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，但光听名字就觉得霸气侧漏。我压抑住内心的狂喜，脸上却没有表现出丝毫。我知道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，外面那些虎视眈眈的老兵随时都可能找上门来。我转头看向那3个女子，她们依然缩在角落里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，甚至还有一丝对未来的绝望。她们以为自己被带回来，即将面对的会是无尽的苦难。我心里涌起一股怜悯，她们确实很美，但在这乱世，美貌有时候反而是原罪。不过现在有了系统，我有能力保护她们，甚至让她们过上好日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先解决眼前最急迫的问题：饥饿和寒冷。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声音尽量放得柔和。那年纪稍大的女子抬起头，眼中带着警惕，但还是小声回答道：我叫婉儿，这是我妹妹小翠，还有最小的叫小柔。她指了指身边的2个女孩，婉儿、小翠、小柔。我在心里念叨了一遍这几个名字。别怕，从今以后你们就跟着我，我不会让你们挨饿受冻的。我语气坚定地说道，他们只是低着头，不敢再看我，我也不指望他们立刻相信。接着我心念一动，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了3套崭新的棉衣，棉衣是深色的，厚实保暖，一看就知道是上等货。把这个穿上。我将棉衣递给婉儿，婉儿有些迟疑，她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，但感受到棉衣的厚实和温暖，她还是忍不住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接过。还有这个，我又取出一大块猪肉和一袋精米，这些东西凭空出现，让婉儿他们的眼睛瞬间瞪大了，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。这婉儿结结巴巴的，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没有解释，我知道现在解释他们也听不懂，我只是淡淡的说道：别问这些是从哪里来的，你们只需要知道，以后都不会饿肚子了。我走到营房角落里，那里有一个简易的火灶，我熟练的升起火，然后将猪肉切成大块，放进锅里，又倒入精米，肉块在锅里翻滚，发出滋啦啦的声响，浓郁的肉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营房。婉儿、小翠和小柔的鼻子动了动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，肚子不争气的咕咕叫起来，让他们更加羞愧的把头埋得更低。很快，一锅香气四溢的红烧肉和白米饭就煮好了，我盛了满满3大碗，递给他们吃吧。婉儿他们呆呆的看着碗里堆的冒尖的肉和饭，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啦啦的流了下来。他们颤抖的接过碗，狼吞虎咽的吃起来，眼泪和食物混在一起，却吃得异常香甜。我看着他们吃得满足的样子，心里也感到一丝暖意。我知道这顿饭不仅仅是填饱了肚子，更是给他们带来了久违的希望和安全感。我自己也盛了一碗，大口吃起来，精米软糯，猪肉肥而不腻，在这边关的苦寒之地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我能感觉到，随着食物的下肚，身体里的力量似乎更加充沛了。就在屋内其乐融融、弥漫着肉香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，什么味儿这么香？是不是我那小子在吃肉？紧接着，营房的木门被人一脚踹开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，3个膀大腰圆的老兵出现在门口。
他们的脸上带着嫉妒和贪婪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手中的饭碗，以及那3个正在狼吞虎咽的女子。为首的一个正是之前在教场上和别人抢壮妇的光头大汉，他手里提着一把蓦得发亮的砍刀，脸上挂着淫邪的笑容。小子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背着我们吃独食！光头大汉狞笑着，目光在婉儿他们身上扫过，眼中充满了赤裸裸的欲望。把肉交出来，还有这3个娇滴滴的小娘们也给老子们送过来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另外2个老兵也跟着附和，他们一步步逼近，眼中凶光毕露。婉儿他们吓得脸色苍白，手中的碗都快拿不住了。他们下意识地躲到我身后，紧紧抓住他的衣角。我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接着我放下饭碗，缓缓站起身，体内的霸王之力在这一刻彻底苏醒，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身上散发出来，让整个简陋的营房都仿佛变得有些压抑。光头大汉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我这小子平时病恹恹的，现在竟然敢正面和他对峙。哟呵，小子想英雄救美啊！光头大汉不屑地嗤笑一声，举起手中的砍刀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别以为吃了几口肉你就长能耐了，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，在这边关谁才是老大。他说完挥舞着砍刀，猛地朝我砍了过来。光头大汉的砍刀带着呼啸的风声，直奔我面门而来。他脸上带着狞笑，显然是想一刀将我劈成2半，然后抢走所有的肉食和那3个娇滴滴的女子。在他看来，我这种瘦弱的小卒根本不可能挡住他这蓄力一击。然而我的眼神却冰冷的没有一丝波动，我没有拔刀，甚至连躲闪的意思都没有，我只是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拳，上面青筋暴起，肌肉线条流畅而充满爆发力。找死！我嘴里只吐出这2个字，声音低沉而充满杀意。就在砍刀即将触及我身体的一刹那，我的拳头猛地挥出，砰！一声沉闷的巨响在营房内炸开，仿佛一头巨兽发出的怒吼。光头大汉的砍刀在接触到我拳头的那一刻，竟然直接被一股恐怖的巨力震得脱手飞出，刀身在空中旋转了几圈，狠狠地插在了营房的幕墙上，刀柄兀自颤动不休。光头大汉的身体猛地一震，他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，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惊恐。他感觉自己的手臂像是被一头蛮牛撞了一下，剧烈的疼痛瞬间袭遍全身，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，我的拳头已经去势不减，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脑袋上。咔嚓，骨骼碎裂的脆响清晰可闻，血花四溅。光头大汉的脑袋在我那恐怖的一拳之下，竟然直接被砸得稀烂，红的白的混杂在一起，溅满了我的拳头和半张脸。他的身体猛地僵直，眼中残存着不可置信和巨大的恐惧，然后如同断了线的木偶一般轰然倒地，抽搐了几下便彻底没了声息。营房内瞬间死寂，婉儿、小翠和小柔他们亲眼目睹了这血腥而残暴的一幕，吓得脸色煞白，身体剧烈的颤抖着，发出压抑的呜咽声。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场景，一个活生生的人竟然就这样被一拳打爆了脑袋。剩下那2个跟着光头大汉进来的老兵更是吓得魂飞魄散，他们呆呆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，又看了看站在原地面无表情身上还沾着血迹的我，双腿一软，竟然直接瘫坐在地上，一股尿骚味瞬间弥漫开来。他们竟然吓得失禁了，饶饶命啊！其中一个老兵哆嗦着，屁滚尿流的往后爬，声音带着哭腔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另一个老兵也跟着跪地磕头，一边磕一边求饶，林爷，我们有眼无珠，求您放过我们吧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。在我看来，这些人就是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，是边关的毒瘤，他们欺凌弱小，贪婪成性。如果今天放过他们，明天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回来报复。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，这是乱世的法则，也是我从系统那里获得的霸王之勇带来的杀伐果断。我缓缓抬起脚，一步步走向那2个吓破胆的老兵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他们的心脏上，让他们感觉死亡的阴影正在迅速逼近。别过来！一个老兵吓得闭上了眼睛，语无伦次地喊道。我走到他们面前，弯下腰，一手一个，毫不费力地抓住了他们的脖子。那2个老兵身体剧烈挣扎，手脚乱舞，但他们的力量在我面前简直如同螳臂当车。去死吧！我冷哼一声，双手猛地一扭，咔嚓咔嚓，2声清脆的骨骼断裂声几乎同时响起。那2个老兵的身体瞬间瘫软下来，眼睛瞪得滚圆，口中发出呵呵的声音，然后便彻底没了气息。我随手将2具尸体扔到一边，我面不改色地抽出挂在墙上的砍刀，用刀尖挑起光头大汉的尸体，将他们3个连带着那把砍刀一起扔出了营房，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。我站在营房门口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我知道这只是开始。我转过身，看向依然缩在角落里吓得瑟瑟发抖的婉儿他们的脸上还带着泪痕，眼中充满了恐惧和一丝难以言喻的敬畏。他们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和他们之前见过的任何人都不同，强大冷酷，但他却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。别怕，我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们。婉儿抬起头，看着我沾着血迹的脸庞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，恐惧、敬畏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安全感。她知道从这一刻起，她们3姐妹的命运就彻底和这个男人捆绑在一起了。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我拿起碗筷，继续吃着刚才被打断的饭。我吃得很慢，但很坚定，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插曲。婉儿他们看着我，逐渐从恐惧中回过神来，他们知道这个男人是在告诉他们，我很强，我能保护你们。他们也慢慢的重新拿起碗，继续吃起来。虽然刚才的场景让他们胃里翻江倒海，但饥饿感还是战胜了恐惧。就在营房内逐渐恢复平静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警号声，呜呜，尖锐而悠长的号角声划破夜空，伴随着远处传来的马蹄声和厮杀声，让整个边关大营瞬间沸腾起来。敌袭，是蛮子，快
都起来迎战，快点拿武器！营房外面传来一阵阵混乱的叫喊声，老兵们骂骂咧咧的从营房里冲出来，拿着武器朝着号角声传来的方向跑去。我眉头微皱，一族夜袭来得真巧，我心里快速盘算着，现在正是立功的好机会。我刚刚杀了3个老兵和1个百夫长，虽然是自卫，但传出去必然会引起麻烦。如果能在这个时候杀敌立功，不仅能洗脱身上的嫌疑，还能顺理成章的晋升。我看向婉儿他们也听到了外面的声音，脸上再次露出惊恐的神色。你们待在营房里，哪儿都别去。我语气平静的说道，把门从里面反锁好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来都别开门。婉儿紧紧的抓住我的衣角，眼中充满了担忧。林渊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弧度。我拿起挂在墙上的那把砍刀，在手中掂量了一下，感觉这重量和手感比刚才那把砍刀要好得多。老子正缺军功升官，送死的就来了。我冷冷的说了一句，然后转身大步流星的走出营房。我没有再回头，只留下一个坚毅的背影。婉儿他们呆呆的看着我消失在夜色中，耳边是外面震耳欲聋的厮杀声。他们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，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，但他们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们的命运已经和这个男人紧密相连。我走出营房，夜色中的边关大营一片混乱，火光冲天，喊杀声震耳欲聋。一族骑兵如同黑色的潮水一般从营门方向涌入，他们的战马高大健壮，手中的弯刀在火光下闪烁着寒光。营地里的老兵们仓促应战，但显然训练不足，士气低落，不少人甚至还没来得及穿好铠甲，就被一族骑兵一刀砍翻在地。我看到一个一族骑兵正挥舞着弯刀，朝着一个落单的老兵砍去。那个老兵吓得闭上了眼睛，已经放弃了抵抗。我眼中寒光一闪，猛地加速，如同离弦的箭一般冲了过去。死！我怒吼一声，手中的砍刀带着开山裂石之势，狠狠地劈向那个一族骑兵的后背。那一族骑兵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只觉得后背传来一股无法抗拒的距离，身体猛地一颤，然后便被我一刀劈成了2半。我看了一眼倒地的尸体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我拔出砍刀继续冲向下一个敌人，我的速度极快，力量更是恐怖，普通的一族士兵根本不是我的一合之敌。我手中的砍刀舞得密不透风，每一次挥舞都带走一个敌人的生命。杀！我没有理会那些混乱的场面，我径直朝着厮杀最激烈的地方冲去。我体内的霸王之力在沸腾，我渴望战斗，渴望用敌人的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强大。我感觉自己体内的热血在燃烧，我享受着这种力量带来的快感。我不再是那个病弱的小魔，我现在是林渊，拥有霸王之勇的林渊。我一路冲杀，所过之处一族骑兵纷纷倒地，我的身影在混乱的战场上显得格外显眼，如同一个杀神降临。好汉杀得好！一些被我救下的老兵看着我那如同魔神一般的身影，眼中充满了震惊和敬畏。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悍勇的战士，这小子平时不是个病秧子吗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我没有理会他们的惊呼，一马当先冲入敌阵。我手中的砍刀上下翻飞，每一次挥舞都带起一片血雨。一族骑兵虽然凶悍，但在我面前却如同纸糊一般，不堪一击。我一刀劈开一个一族骑兵的头颅，鲜血溅了我一脸，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我现在的身体素质已经远超常人，普通士兵的攻击根本无法对我造成威胁。我感觉体内的霸王之勇在不断的被激发，力量源源不绝。杀光这些蛮子！我发出低沉的咆哮，我的声音在战场上显得格外洪亮，震慑着敌人，也鼓舞着己方士气。一些被一族骑兵冲散的边军士兵看到我如此神勇，也仿佛找到了主心，纷纷朝着我靠拢，跟着我一起冲杀。我没有刻意去指挥他们，我只是凭着本能，哪里敌人多，哪里战况激烈，我就冲向哪里。他要用最直接最血腥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很快我就冲到了营地深处，这里是一族骑兵进攻的重点区域，也是边军防线最薄弱的地方。我看到一个身穿百夫长铠甲的军官正在苦苦支撑，身边只剩下寥寥几名亲卫。百夫长顶住啊！一个亲卫绝望地喊道。我认出那百夫长正是之前在教场上嘲讽我的李虎。我眼中闪过一丝冷光，虽然李虎是我的顶头上司，但之前对我的羞辱和今晚的所作所为让我对他没有丝毫好感。不过现在我要利用李虎来立功，我没有犹豫， W 大步冲上前，一刀将一个企图偷袭李虎的一族骑兵砍翻在地。李虎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发现竟然是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复杂。他没想到平时病弱的我竟然会在战场上如此神勇。林渊，李虎有些结巴地喊道。我没有理会他，我只是冷冷地说道：百夫长往后退。然后我便如同战神附体一般冲入一族骑兵之中，手中的砍刀化作一道道寒光，收割着敌人的生命。在我的冲击下，原本坚不可摧的一族骑兵防线竟然被生生撕开一个口子。那些一族骑兵眼中充满了惊恐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敌人，这简直不是人，而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。在我的带领下，那些原本士气低落的边军士兵也仿佛被点燃了斗志，他们发出震天的喊杀声，跟着我一起反攻。很快，在我的冲击下，这股一族骑兵的攻势被彻底瓦解，他们丢盔弃甲，狼狈地朝着营外逃窜。我没有追击，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巩固防线，清点战果。当我回到李虎身边时，李虎的亲卫们已经将周围的一族尸体清理干净。李虎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震惊和敬畏，他从未想过我竟然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林渊，你李虎想说什么，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给他好脸色。我知道李虎这种人是不会真心佩服我的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一个身穿总兵铠甲的将军带
带着一群亲卫赶了过来。李虎，战况如何？总兵将军大声问道。李虎连忙上前行礼，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便抢先一步说道：“回禀将军，一族骑兵夜袭，我等奋力抵抗，已将敌军击退。”总兵将军看向我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他认得李虎，却不认得我这个小卒。你是何人？总兵将军问道。卑职林渊，边军小卒。我朗声回答，然后指了指地上横七竖八的异族尸体。此番击退一族，卑职斩杀敌军27人。我这话说出来，周围的边军士兵们都倒吸一口凉气。27人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足以抵得上一个时长，甚至半个百夫长的功劳了。李虎脸色铁青，他知道我这是在抢他的功劳，但他又无法反驳，因为我确实杀敌最多，而且是我扭转了战局。总兵将军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他仔细打量着我，发现这小子虽然是个小卒，但身上却透着一股子汉勇之气，而且眼神锐利，气势非凡。好小子！总兵将军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哈哈大笑，没想到我边军之中竟然有你这等猛士，此番大功本将军记下了。他转头看向李虎，语气变得有些冷淡。李虎，你作为百夫长，未能及时组织反击，险些让一族冲入营地深处，此乃失职。不过念在你也奋力抵抗，功过相抵，罚俸3月。李虎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。他知道总兵将军这是在敲打他，也是在给我铺路。总兵将军再次看向我，眼中充满了赞赏。林渊，你此番表现神勇，斩杀敌军27人，本将军特提拔你为百夫长，你可愿意？卑职愿意。我朗声回答，眼中闪过一丝喜色。百夫长，我终于迈出了第一步。周围的边军士兵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。一个晚上，从一个小卒直接升为百夫长，这简直是鲤鱼跃龙门啊！李虎站在一旁，看着我被总兵将军器重，心里更是五味杂陈。他知道，从今以后，我已经不是他能随意欺压的小卒了。好，总兵将军满意地点点头。既然如此，从现在起你就是新的百夫长，即刻点齐人马，清点战果，加固防线。遵命。我抱拳行礼。总兵将军又交代了几句，便带着亲卫离开了。我站在原地，感受着身上百夫长的重担。我知道这只是开始，我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百夫长。我转头看向那些跟着我一起冲杀的边军士兵，大声喊道：“弟兄们，今晚咱们打了个胜仗，所有立功的都有赏，跟我去清点战果，然后回去好好休息。”谢百夫长！士兵们齐声喊道，眼中充满了敬佩和兴奋。我带着士兵们清点战果，将一族尸体堆积在一起，砍下头颅，准备上报军功。忙碌了一阵，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我将一切安排妥当后，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自己的营房。我推开门，发现婉儿他们依然缩在角落里，紧紧抱在一起，眼中充满了担忧。我回来了，我轻声说道。婉儿他们听到我的声音，猛地抬起头，看到我安然无恙地站在门口，眼中瞬间涌出喜悦的泪水。夫君！婉儿再也忍不住，扑进了我的怀里，紧紧地抱住我。小翠和小柔也跟着扑了过来，抱住我的腿。我感觉着他们温暖的身体，心里一片柔软。我知道，这是我在这乱世之中唯一的港湾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我轻抚着他们的头发，柔声安慰道。我看着他们脸上残留的泪痕，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保护欲。我知道，我必须变得更强，才能保护好他们。你们饿了吗？我去给你们弄些吃的。我问道。婉儿摇了摇头，她看着我身上沾染的血迹，心里充满了担忧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婉儿问道。我笑了笑，我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。我没事，我轻声说道。那些蛮子都已经被我杀光了，我没有告诉他们，我已经成为了百夫长。我想等他们情绪稳定下来，再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。我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一块干净的布，擦了擦脸上的血迹，然后又取出一套干净的衣服换上。换好衣服后，我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。我走到火灶旁，又烧了一些热水，让婉儿他们洗漱。你们先洗漱一下，我去给你们弄些粥喝。我说道。婉儿他们乖巧地点点头，他们知道这个男人虽然强大而冷酷，但对他们却是极尽温柔。我看着他们洗漱的身影，心里感到一阵满足。我知道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系统带来的，而系统的激活离不开这3个绝色女子。我心念一动，再次查看系统。宿主林渊，职位百夫长，武力万人敌霸王之勇，拥有绝色妻子3位。系统空间：猪肉100斤，精米1000斤，极品御寒棉衣3套，3000大雪龙旗招募令，连弩图纸。我的目光落在连弩图纸上，心里一阵激动。连弩这可是大杀器啊！有了这东西，我的手下就能装备上更强的武器，战斗力也会大大提升。我知道这连弩图纸是婉儿他们的倾心度、依赖度达到一定程度后触发的羁绊奖励，这意味着只要我继续对他们好，他们的忠诚度就会越来越高，系统奖励也会源源不断的到来。我心里充满了干劲，我知道我的崛起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我走出营房，来到外面，天已经大亮，营地里一片狼藉，但边军士兵们已经开始清理战场，修补破损的营房。我看到不远处，李虎正带着他的亲卫，一脸阴沉地看着我。我没有理会李虎的目光，我只是冷冷地扫了一眼，然后便转身回到了营房。我知道李虎这种人迟早会成为我的绊脚石，不过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要利用百夫长的身份，尽快掌握自己的队伍，然后利用系统奖励，一步步壮大自己的势力。我走进营房，看着正在喝粥的婉儿他们，心里充满了温暖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安心地跟着我。我轻声说道，我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。婉儿他们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信任和依赖。我知道他们已经彻底接受了我，而这正是我不断变强的动力。我要在这乱世之中杀出一条血路，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，让我的妻子们都能安居乐业，享受太平。我走进营房，看着喝粥的婉儿他们，心里那股子温暖劲儿又上来了。我知道外面再怎么腥风血雨，这里
里就是我的避风港。我坐在火堆旁，随手拿起一根柴火，拨弄着火苗。婉儿他们吃完粥，怯生生地看着我，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火光跳动。我心里盘算着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营房里那3个死人的事情处理掉。那3个老兵的尸体还在外面，虽然是在夜袭的混乱中被我扔出去的，但总归不是长久之计。尤其是那个光头大汉，他是百夫长李虎手下的人，李虎肯定会查。就算李虎被罚俸，但他在营里的人脉还在。我可不傻，知道这事儿要是处理不好，会给自己埋下大麻烦。我站起身看了一眼婉儿他们，叮嘱道：“你们先休息，我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”婉儿有些担心，她想问什么，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只是冲她点点头，然后拿起那把砍刀，推门走了出去。外面天已经大亮，营地里一片忙碌，士兵们正在清理战场、搬运尸体、修补被损坏的营房。我径直走到自己营房外不远处，我之前扔出去的那3具尸体正被几个士兵抬着，准备集中处理。等等！我叫住他们。几个士兵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他们知道我就是昨晚那个杀敌最多的猛人，现在又被提拔成了百夫长，一个个都带着几分敬畏。林百夫长，您有什么吩咐？一个士兵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我走上前，看着地上的尸体，那光头大汉的脑袋已经被我一拳砸烂，面目全非，但依稀能辨认出他的体型。另外2个老兵的脖子也扭曲着，死状凄惨。这3个人是昨晚夜袭时被异族蛮子杀的吗？我的声音很平静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几个士兵面面相觑，他们昨晚只顾着逃命和厮杀，哪里知道这3个人是怎么死的。不过看到光头大汉的惨状，他们心里也犯嘀咕，这伤口怎么看都不像异族弯刀造成的。但我是新上任的百夫长，而且昨晚表现神勇，谁也不敢轻易得罪。回林百夫长的话，应该是被蛮子杀的吧？一个士兵支支吾吾地说道。我点点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。确实是蛮子杀的。你看，这光头大汉的头就是被蛮子的重锤砸烂的，另外2个是被蛮子扭断脖子的。这些蛮子真是残忍。我说着，还特意用砍刀尖拨弄了一下光头大汉的脑袋，让那惨状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众人眼前。几个士兵心里直犯恶心，但嘴上却连连称是。他们可不想惹上这个新官，更不想去探究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猫腻。反正都是死人，怎么死的对他们来说不重要。行了，把他们抬去，和其他蛮子的尸体一起处理掉。我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们赶紧把尸体弄走。遵命！士兵们如释重负，赶紧抬着尸体一溜烟地跑了。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心里松了口气，这事儿算是暂时压下去。我相信只要自己把嘴巴闭紧，婉儿他们也不会乱说。至于李虎，就算他怀疑，没有证据也只能憋着。我回到营房，婉儿他们已经洗漱完毕，正在整理床铺。看到我回来，他们都松了口气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婉儿走上前关切地问道。我笑了笑，摇摇头，没事。外面那些蛮子都被赶走了，营地里在清理战场。我出去看了看，我没提那3具尸体的事情，也不想让他们知道那些血腥。对了，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有点小得意。婉儿、小翠和小柔都好奇地看着我，不知道我要说什么。我被提拔成百夫长了。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脸上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喜悦。婉儿他们听到这话，先是一愣，然后脸上都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百夫长，婉儿有些不敢相信，她知道百夫长是什么官职，那可是比普通小卒高了好多级的军官啊。我点点头，肯定地说道：“没错，就是百夫长。以后你们就不用再跟着我住这种破营房了。百夫长有自己的住处，还有一些俸禄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能保护你们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”小翠和小柔也高兴地跳了起来。他们虽然不太懂百夫长到底有多厉害，但听到不用住破营房，还有好日子过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婉儿眼眶有些湿润，她看着我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动。她知道我是为了他们才冒着生命危险去拼杀的。这个男人真的在努力给他们撑起一片天。夫君，谢谢你。婉儿轻声说道，眼中充满了依赖。我走上前，轻轻抱住婉儿。我知道这份信任和依赖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傻瓜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谢不谢的？以后你们就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，再也不用受苦了。我柔声说道。我心里想着，现在成了百夫长，有了自己的地盘，就能更好的利用系统奖励了。尤其是那3000大雪龙旗招募令和连弩图纸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底牌。系统查看我的百夫长职责和权利。我在心里默念道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串信息：百夫长负责统领100名士兵，镇守指定防区，巡逻警戒，清剿小股异族，拥有调动100人队伍的权利，每月俸禄白银10两，粮食若干，可自行招募亲兵10人。亲兵10人，我眼睛一亮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我可以招募一些忠心可靠的人，组建自己的核心小队。还有那个3000大雪龙旗招募令怎么使用？我继续问道。系统提示：3000大雪龙旗招募令使用后，可在指定地点召唤3000名精锐大雪龙旗。大雪龙旗拥有强大的战斗力，忠诚于宿主，且自带精良装备。召唤地点需满足隐蔽宽敞且无外人干扰的条件。我心里狂喜，果然是召唤，而且是精锐，还自带装备，这简直是逆天神器。不过这召唤地点是个问题，边关大营里想要找到一个隐蔽宽敞无外人干扰的地方可不容易，我得好好谋划一下，不能操之过急。夫君，你在想什么？婉儿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回过神来，冲他笑了笑，没什么，只是在想以后怎么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。我知道现在还不能把系统的事情告诉他们。对了，婉儿，你识字吗？我突然问道。婉儿有些不好意思地摇摇头，回夫君，奴家不识字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没机会读书。我心里有些遗憾，我原本是想让婉儿帮我管理一些文书之类的东西，不过没关系，以后总会有办法的。没事，不识字也没关系，以后我教你。我笑着说道。婉儿听到这话眼睛都亮了，在这个时代，女子能识字那可是极少数的事情。夫君您真的愿意教我？
我？婉儿有些激动地问道。我点点头，当然是真的。以后你们3个都跟着我学。小翠和小柔还小，正好可以从头学起。小翠和小柔听到能读书识字，也好奇地凑了过来。他们虽然不懂读书有什么用，但看到我和婉儿都这么高兴，他们也跟着高兴。我心里想着，知识就是力量，在这个乱世，我不仅要武力强大，也要有文化底蕴，而且让他们识字，也能增加他们的清新度和依赖度吧。我从系统空间里取出1袋精米和一些猪肉，今天咱们吃顿好的，好好庆祝一下。我笑着说道。婉儿他们看到这些食物，脸上又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他们知道跟着我真的能过上好日子。我一边做饭，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。首先，我要熟悉百夫长的职责，尽快掌握自己的队伍。我得去见见自己手下的那些士兵，了解他们的脾气秉性。其次，我要招募亲兵，这10个亲兵必须是绝对忠诚而且能力出众的人，我得好好挑选。再者就是寻找合适的地点，召唤3000大雪龙旗，这支力量是我未来崛起的基础。最后就是研究连弩图纸，想办法把它制造出来。我心里有条不紊地规划着。我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我的霸业也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经营。饭菜很快就做好了，营房里再次弥漫着诱人的香气。婉儿他们吃得津津有味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。吃过饭，我便准备去巡视自己的防区。我得尽快熟悉环境，了解情况。你们在营房里待着，不要乱跑。如果有人来找我，就说我出去巡逻了。我交代道。婉儿点点头，夫君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拿起砍刀推门走了出去。外面阳光已经高高挂起，营地里依然忙碌，但秩序已经恢复了不少。我按照百夫长的职责，开始巡视自己的防区。我的防区在营地西北角，靠近城墙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。我走到一个哨塔下面，看到2个士兵正在打瞌睡。喂！我沉声喝道。2个士兵吓了一跳，猛地清醒过来，看到是我，赶紧立正行礼。林百夫长，他们有些紧张地喊道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你们2个在哨岗上打瞌睡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边关，是异族蛮子随时都可能来犯的地方。你们这样是想把整个营地都葬送掉吗？2个士兵吓得脸色煞白，赶紧跪下求饶。林百夫长饶命，我们知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我没有理会他们的求饶，我知道对这种人不能心慈手软。从现在起，你们2个给我去挖粪坑，挖10个，挖不完不许休息。我冷声命令道。2个士兵听到这话，虽然心里不情愿，但也不敢反驳，只能灰溜溜的去挖粪坑了。我继续往前走，我知道要带好一支队伍，必须先立威，我不能让手下的人觉得我好欺负。我走到一处兵营，看到一群士兵正在偷懒，围在一起赌钱，都给我住手！我怒喝一声，士兵们吓了一跳，赶紧把赌具收起来，站起身来。你们都在干什么？我冷冷地看着他们。这是军营，是你们保家卫国的地方，不是你们赌钱享乐的地方。一个老兵模样的士兵仗着自己资历老，有些不服气地说道。林百夫长，大家伙闲着也是闲着，玩2把怎么了？又没耽误事儿。我听到这话眼睛猛地一眯，我知道这是有人想给我下马威，没耽误事儿。我冷笑一声，那好，我问你，昨晚异族夜袭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又杀了几个蛮子？那老兵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他昨晚确实没怎么出力，一直在后面躲着，说不出话来了。我冷哼一声，既然你们这么闲，那就别闲着了，所有人给我跑5公里，然后去修补城墙，谁要是敢偷懒，军法处置。士兵们听到这话都有些不满，但他们看到我那冷厉的眼神以及他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势，谁也不敢反抗。还不快去！我再次怒喝一声，士兵们赶紧行动起来，开始跑步，然后去修补城墙。我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，心里知道这只是开始，要彻底把这支队伍整顿好，还需要时间和手段。我继续巡逻，一路走来，惩治了几个偷懒的士兵，也提拔了几个表现积极的。我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人，我这个新百夫长不是好惹的，也不是好糊弄的。一上午的巡逻下来，我对自己的防区有了初步的了解，也对自己的手下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。我知道这支队伍虽然有些散漫，但只要好好训练，还是能派上用场的。我回到营房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了。婉儿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午饭，虽然只是简单的粥和饼子，但却充满了家的味道。夫君您辛苦了。婉儿看到我回来，赶紧递上一碗热粥。我接过粥喝了一口，感觉心里暖洋洋的。没事，不辛苦。我笑着说道。对了，我今天巡逻的时候，发现营地里有些地方需要修缮，等过几天我就带着人去修。我心里想着，修缮营房也是一个锻炼队伍的好机会，而且我也可以借机寻找召唤3000大雪龙旗的地点。吃过午饭，我便开始着手招募亲兵的事情。我知道亲兵是我的心腹，必须精挑细选。他在自己的防区里仔细观察着每一个士兵，我不仅仅看他们的体格和武艺，更看他们的眼神和品性。我需要的是忠诚、勇敢、有执行力的人。很快，我便物色了几个目标。第一个是一个名叫王虎的年轻士兵，他身材魁梧，力气很大，而且昨晚在战场上表现得很英勇，杀了几个异族蛮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眼神里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，不像那些死板的士兵。第二个是一个名叫张三的瘦小士兵，他虽然个子不高，但身手敏捷，而且心思缜密，做事很细致。我看到他昨晚在战场上不仅杀敌，还帮着救治伤员，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第三个是一个名叫李四的老兵，他虽然年纪大了些，但经验丰富，对边关的一切都很熟悉，而且他为人正直，在士兵中口碑很好。我决定先从这3个人开始着手。我把他们叫到自己的营房。王虎、张三和李四来到我的营房，心里都有些忐忑，他们不知道林百夫长叫他们来干什么。坐吧。我指了指营房里的几块木头，3人坐下都有些拘谨。我看着他们开门见山地说道，今天叫你们来，是想问问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干。3人听到这话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林百夫长竟然要招揽他们。王虎性格直爽，率先开口问道，林百夫长，您这是要招亲兵吗？我点点头，没错，我现在是百夫长，需要一些得力的帮手。我观察你们有一段时间了，觉得你们都还不错。李四是老兵，心思活络，他知道亲兵意味着什么，那是百夫长的嫡系，跟着百夫长前途肯定比普通士兵要好得多。林百夫长，我们愿意。
意。李四赶紧表态，张三和王虎也跟着点点头，表示愿意。我看到他们都同意了，心里也很满意。好，既然你们愿意跟着我，那我就把丑话说在前头。我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，跟着我就必须绝对忠诚，绝对服从命令。如果有人敢阳奉阴违或者背叛我，那下场你们应该知道。我说着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冷厉。三人看到我的眼神，心里都打了个突。他们知道这位林百夫长可不是什么善茬，杀伐果断的很。我们明白，誓死追随林百夫长。三人赶紧表忠心。我点点头，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的亲兵了。我会给你们更好的待遇，也会给你们更多的机会，但同时你们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以后我有什么事情都会交给你们去办。遵命！三人齐声喊道，心里都充满了激动和期待。我心里想着，这只是第一批亲兵，我还需要更多的人。但我知道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我看着这3个新收的亲兵，心里充满了干劲。我知道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我就能更好的掌控自己的队伍，更好的执行自己的计划。我要在这边关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。我决定先从整顿军纪开始，我要让自己的队伍成为边关最精锐的队伍。王虎，你力气大，以后跟着我负责训练士兵，把那些偷懒耍滑的都给我狠狠的练。我命令道。是，林百夫长。王虎兴奋地说道。他早就看那些偷懒的家伙不顺眼了。张三，你心思缜密，以后跟着我负责情报收集，我要知道防区里的一切动向，包括异族蛮子的，也包括营地里的。我继续说道。属下明白。张三恭敬地说道。李四，你经验丰富，以后跟着我负责后勤和物资调配，我要确保我的队伍吃得饱穿得暖，武器精良。我最后对李四说道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李四也信心满满地说道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很满意。我知道这3个人将是他未来霸业的重要基石。行了，你们先下去吧，从明天开始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我挥了挥手，3人起身，恭敬的行礼，然后退出了营房。我一个人坐在营房里，心里盘算着，有了亲兵，我就能更好的施展拳脚了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林渊不是好惹的。我走到营房角落，那里有一个简易的火灶，我烧了一壶热水，给自己泡了一碗茶。我知道这条路还很长，但我有信心，有系统我一定能走到最后。我拿起系统空间里的连弩图纸，仔细的看了起来。图纸上画着连弩的详细构造和制作方法，以及所需的材料。我虽然不懂制造，但从图纸上也能看出这连弩的精巧和强大。我心里想着，如果能把这连弩制造出来，那我的队伍的战斗力将会得到质的飞跃。不过，制造连弩需要大量的材料和熟练的工匠，这在边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知道，我需要慢慢来，不能急。我要先稳住脚跟，掌握自己的队伍，然后再一步步的实现自己的目标。我要让这片边关成为我林渊的天下，我要让那些欺压过我的人都付出代价。我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心里充满了斗志。我知道我的崛起之路才刚刚开始，我要让这乱世因我而改变，我要让我的妻子们都过上最幸福的生活。我放下茶碗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忙碌的营地。我知道，明天将会是崭新的一天。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林渊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欺负的小卒，我是一个注定要成为王者的人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我就已经起床了。我穿好衣服，拿起砍刀，推门走出营房。婉儿他们还在熟睡，我没有吵醒他们，他们需要休息，而我需要去面对新的挑战。营地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巡逻士兵的脚步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犬吠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空气中带着清晨特有的寒意和泥土的气息。我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百夫长生涯算是正式开始了。我必须把自己的队伍打造成一支铁军。我径直走到教场，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士兵。王虎、张三和李四也早早的来到了教场。他们看到我，赶紧上前行礼，脸上带着一丝敬畏和兴奋。林百夫长！3人齐声喊道，声音洪亮，带着一股子精气神。我点点头，扫了一眼教场上的士兵，我发现虽然是清晨，但大部分士兵都已经被王虎叫起来，一个个都站得笔直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那些偷懒耍滑的，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也不敢反抗，眼神里充满了抱怨，却不敢表现出来。今天开始，所有士兵每天早上卯时集合，进行训练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却清晰地传到每一个士兵的耳朵里，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威严。谁要是敢迟到或者训练偷懒，军法处置。我林渊的队伍不需要废物。士兵们听到这话都有些不满，他们以前可没有这么严格的训练，每天都是散漫惯了，现在突然要这么早起来训练，心里自然不舒服。林百夫长，这卯时是不是太早了点？一个士兵小声嘀咕道，他身边的几个士兵也跟着窃窃私语。我冷冷地看了一眼那个士兵，没有说话，我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样，带着一股子杀意，让那个士兵瞬间闭上了嘴巴，身体一颤，不敢再多说。我知道这种时候眼神比语言更有力量。王虎，我喊道，属下在。王虎立刻上前一步，身体站得笔直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负责训练所有士兵，每天早上先跑5公里，然后进行队列训练、刀法训练、弓箭训练。谁要是敢偷懒，给我狠狠地罚；谁要是敢不服，就给我打到他服。我命令道，语气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是，林百夫长。王虎兴奋地说道，他早就想好好操练这些懒散的士兵了，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机会，他心里充满了干劲。我又看向张三和李四，张三，你负责记录所有士兵的训练情况以及他们的表现，谁要是表现不好，都给我记下来，我会亲自处理。李四，你负责监督后勤，确保训练所需的物资充足，谁要是敢克扣，我拿他试问。遵命。张三和李四也齐声喊道，他们知道我是认真的。我看着教场上的士兵，再次强调道，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样子，从今天开始，在我这里只有军纪，只有服从，谁要是敢挑战我的底线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他说着，随手拿起一旁的靶子，猛地一拳砸了上去，砰！一声沉闷的巨响在教场上炸开，靶子应声而碎，木屑纷飞落在地上。所有士兵都吓了一跳，他们没想到林百夫长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。他们知道我昨天可是单枪匹马杀退了一族蛮子，还一拳砸爆了光头
头大汗的脑袋。看到我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，士兵们心里的那点不满和侥幸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们知道这位新百夫长是真的不好惹，也不是他们能反抗的。都给我动起来，训练！我怒喝一声，声音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在王虎的带领下，士兵们开始跑步。他们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也不敢偷懒，一个个都卖力地跑着。我站在教场中央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我知道要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队伍，就必须先从军纪开始，从体能开始。一上午的训练下来，士兵们都累得气喘吁吁，浑身酸痛，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，但他们却不敢抱怨，因为我一直在教场上巡视，我的眼神就像鹰一样盯着每一个人，让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我看着他们疲惫的样子，心里知道这只是第一步，我需要循序渐进，不能一下子把他们逼得太紧，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。训练结束后，我把王虎、张三和李四叫到自己的营房。今天训练的怎么样？我问道。王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兴奋地说道：“林百夫长，这些小子们平时都懒散惯了，不过今天被我狠狠地操练了一顿，一个个都老实多了。虽然累，但精神头比以前好多了。”张三也说道：“林百夫长，我已经把所有士兵的训练情况都记录下来了，表现好的我都记下了，表现不好的我也都记下来了。那些偷懒的都已经被王虎教训了一顿。”李四也汇报了后勤情况：“林百夫长，训练所需的物资都已经准备妥当了，不过咱们营地的伙食是不是也该改善一下了？士兵们吃不饱，训练起来也使不上劲。”我点点头，我知道李四的意思，边关的伙食一直都很差，常年都是稀粥和硬饼子，根本吃不饱。士兵们吃不饱，自然就没有力气训练，也没有士气打仗。伙食问题我会解决的。我沉声说道：“从今天开始，咱们营地的伙食每天加1顿肉，精米也管够。我要让我的士兵吃得饱饱的，训练得棒棒的。”三人听到这话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大手笔。边关的肉食可是稀罕物，精米也只有军官才能吃得上，他们心里充满了震惊和不敢置信。林百夫长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李四有些担忧地说道。而且咱们营地的军饷，恐怕也他知道，改善伙食需要大量的钱财，而营地的军饷根本不够。我挥了挥手，打断了李四的话：“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我说了算。至于军饷，你们不用管，我自有办法。”我心里想着，系统空间里还有猪肉100斤，精米1000斤，这些足够他的队伍吃上好一阵子。我要让自己的士兵吃得饱饱的，训练得棒棒的，打仗的时候才能嗷嗷叫。三人听到我这么说，心里都充满了激动和敬佩，他们知道跟着我真的能过上好日子，他们心里充满了干劲。是林百夫长，三人齐声喊道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很满意。我知道改善伙食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收买人心的办法。行了，你们先下去吧，把我的命令传达下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营地要大变样了。谁要是敢不服，就让他来找我。我说道。三人起身，恭敬的行礼，然后退出了营房。我一个人坐在营房里，心里盘算着，我知道我这样做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，尤其是那些习惯了偷懒耍滑的士兵，以及那些贪污军饷的军官。但我不在乎，我要的是一支精锐的队伍，而不是一群乌合之众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在我林渊的带领下，这支队伍将会成为边关最强大的力量。我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忙碌的营地，我看到士兵们虽然疲惫，但眼神中却多了一丝光彩。我知道那是希望的光芒，我要给他们希望，也要给他们未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的营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每天早上卯时，士兵们都会准时集合，在王虎的带领下进行严格的训练。虽然很累，但他们却不敢偷懒，因为我每天都会亲自巡视，我的眼神就像鹰一样盯着每一个人，让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。而且营地的伙食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每天都能吃到肉，精米也管够，士兵们吃得饱饱的，训练起来也更有劲了。张三负责情报收集，他每天都会把营地里发生的一切以及一族蛮子的动向都汇报给我，我通过这些情报对营地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李四负责后勤和物资调配，他把营地里的物资管理得井井有条，确保训练和伙食所需的一切都能及时到位。在我的带领下，我的100人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他们不再是以前那群懒散的乌合之众，而是一支纪律严明、士气高昂的队伍。当然，我的这些举动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，其中最不满的就是李虎。他被罚俸3月，又看到我的队伍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心里极度的发狂。他知道我这是在抢他的风头，挖他的墙角。他找到几个平时和他关系不错的百夫长，抱怨道：“你们看看林渊那小子，他才刚上任几天啊，就搞得乌烟瘴气的，每天卯时就训练，还给那些大头兵吃肉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”他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屑和怨恨。一个百夫长也附和道：“就是啊，他这样搞，把咱们的规矩都给破坏了，以后咱们还怎么带兵啊？那些兵都被他给惯坏了。”另一个百夫长也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我看他是想收买人心，拉拢自己的势力吧。一个小小的百夫长竟然敢这么嚣张，他这是想造反吗？”李虎听到他们的话，心里更加不平衡了。他知道我这是在挖他的墙角，抢他的风头，他心里充满了不毒和愤怒。他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一个小卒子，走了狗屎运才当上百夫长。等过几天，一族蛮子再来犯，我看他还能不能像上次那么好运。李虎恶狠狠地说道，眼神里充满了阴毒。他心里想着，只要我在战场上出了差错，他就能趁机把我拉下马。我也知道营地里那些风言风语，但我根本不在乎。我要用自己的实力去堵住那些人的嘴。我每天除了训练士兵，还会抽出时间独自一人去营地周围的山林里巡视。我不是为了巡逻，而是为了寻找一个隐蔽宽敞无外人干扰的地方，用来召唤3000大雪龙旗。我知道这3000大雪龙旗是我最大的底牌，我必须确保召唤的万无一失。几天后，我终于在营地西北方向的一处山谷里发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地点。那山谷地势隐蔽，四周都是茂密的树林，而且地势平坦开阔，足以容纳3000人。最重要的是，那里平时很少有人去，是一个绝佳的召唤地点。我心里狂喜，我知道是时候召唤3000大雪龙旗了。我回到营房，婉儿他们正在给他准备晚餐。夫君，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婉儿看到我
脸上掩饰不住的喜悦，好奇地问道。我笑了笑，没有直接回答。我知道现在还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们，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了一些高兴的事情。我说道：婉儿，你们今晚早点休息，我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，可能要晚点回来。婉儿有些担心，夫君您要去哪里？要不要我们陪您一起去？我摇摇头，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你们在营房里待着，不要乱跑。我知道召唤3000大雪龙旗的事情必须绝对保密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吃过晚饭，我便独自一人离开了营房。我拿着砍刀，身穿夜行衣，悄无声息地朝着那个山谷走去。夜色深沉，寒风呼啸，我的身影在黑暗中穿梭，如同一个幽灵。我心里充满了期待和激动。我知道今晚过后，我的力量将会得到质的提升。我来到山谷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声音，以及远处偶尔传来的狼嚎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了3000大雪龙旗招募令。招募令是一块古朴的玉牌，上面刻画着一些神秘的符文。玉牌散发着微弱的光芒，在黑暗中显得格外醒目。我握紧玉牌，心里默念道：系统使用3000大雪龙旗招募令。随着 W1 的话音落下，玉牌猛地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然后化作一道流光，冲天而起，没入夜空之中。紧接着，整个山谷都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，轰隆隆，地面裂开一道道巨大的缝隙，一股股黑色的雾气从缝隙中喷涌而出，瞬间弥漫了整个山谷。我站在原地，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从地下涌出。我知道3000大雪龙旗正在被召唤。黑雾之中传来一阵阵沉闷的马蹄声以及兵器碰撞的声音，我心里充满了激动。我知道我的时代即将到来。我紧握着砍刀，眼神坚定地看着黑雾深处。这3000大雪龙旗将是我在这乱世之中横扫一切的力量。我要用这支力量去征服这片土地，去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林渊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欺负的小卒，我是一个注定要成为王者的人。我看着黑雾逐渐散去，3000身披白色战甲，手持长枪，骑着高大神骏战马的骑兵整齐地出现在我面前。他们如同从地狱中走出的幽灵，散发着冰冷而强大的气息。他们的眼神坚定而忠诚，齐刷刷地看向我。参见主公！3000大雪龙旗齐声喊道，声音震彻山谷，回荡在夜空之中。我看着眼前这支强大的军队，心里充满了豪情万丈。我知道，我终于拥有了足以改变边关格局的力量。我要用这支力量去洗刷所有的屈辱，去实现所有的抱负。我要让这片边关成为我林渊的天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猛地拔出砍刀，指向夜空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我林渊的兵，你们的使命就是跟着我征服一切，杀光所有敌人！我怒吼道，声音里充满了霸气和决心。誓死追随主公，征服一切，杀光所有敌人！3000大雪龙旗再次齐声喊道，声音震天动地，气势如虹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充满了骄傲。我知道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病弱的小卒了，我是一个拥有3000精锐大雪龙旗的百夫长，我是一个注定要在这乱世之中掀起滔天巨浪的王者。我要让这片边关因我而改变。3000大雪龙旗整齐地排列在山谷之中，白色的战甲在月光下闪烁着寒光，高大神骏的战马发出低沉的嘶鸣，他们身上的气势如同冰冷的钢铁洪流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我站在他们面前，心里充满了激动和震撼。我知道这股力量足以横扫边关。主公，请下令。一个身披队长战甲的大雪龙旗上前一步，单膝跪地，沉声说道。他的声音带着一股子金属般的冷意，充满了绝对的忠诚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想着，这大雪龙旗果然不同凡响，不仅实力强大，而且纪律严明，忠诚度更是无可挑剔。起来吧，你们暂时不能暴露身份。现在边关大营里耳目众多，贸然出现3000精锐骑兵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遵命。队长起身，然后退回到队伍之中。我心里盘算着，这3000大雪龙旗虽然强大，但如何合理的运用它们才是关键。我不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先将一部分大雪龙旗秘密安置在山谷之中，让他们进行日常的训练和休整。而另外一部分，他打算以招募亲兵的名义，逐渐渗透到自己的100人队中。队长，你挑选100名精锐，随我回营，其余人暂时驻扎在此，每日进行训练，等待我的命令。我命令道。遵命。队长再次领命。很快，100名精锐大雪龙旗便挑选完毕。他们身披轻便的战甲，收起了长枪，只带着腰刀，看起来就像普通的边军士兵一样。我带着这100名大雪龙旗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山谷，朝着边关大营走去。当他们回到营地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我让那100名大雪龙旗暂时在营房外等候，然后他自己先回了营房。婉儿他们已经醒了，看到我回来，都松了口气。夫君，您昨晚去哪里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婉儿关切地问道。我笑了笑，说道：我去了一趟山里，发现了一些好东西。我没有详细解释，只是神秘地笑了笑。婉儿他们虽然好奇，但也没有多问。他们知道我有自己的事情，他们只需要默默地支持我就行。我吃过早饭，便带着王虎、张三和李四以及那100名大雪龙旗来到了教场。教场上，士兵们已经集合完毕，正在进行日常训练。当他们看到我带着100名陌生士兵走过来的时候，都有些好奇。林百夫长，这些是？王虎有些疑惑地问道。我笑了笑说道：这些人是我新招募的亲兵，从今天开始，他们就加入咱们100人队了。我这话一出，教场上顿时议论纷纷。什么100名亲兵？林百夫长怎么招募了这么多亲兵？这些人看起来好精锐啊，身上的气势可不像普通的士兵。士兵们交头接耳，心里都充满了好奇和震
震惊。他们知道，一个百夫长最多只能招募10名亲兵，我这一下子招募了100名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我没有理会他们的议论，我走到教场中央，然后对那100名大雪龙骑说道：“你们都给我站好了！”大雪龙骑们立刻站得笔直，身姿挺拔，气势凛然。我又看向教场上的其他士兵，冷声说道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他们就是你们的教官，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，以后训练他们就是最高指挥官，谁要是敢不服从，军法处置。”我这话一出，教场上顿时鸦雀无声，士兵们都瞪大了眼睛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他们没想到，我竟然让这些新来的亲兵做他们的教官。林百夫长，这是不合规矩吧？一个老兵忍不住说道：“他们才刚来就让他们做教官，我们不服！”我冷冷地看了一眼那个老兵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杀意：“不服，那就打到你服！”我说着，冲着大雪龙旗的队长使了个眼色，队长立刻心领神会，他上前一步，眼神冰冷地看着那个老兵：“谁不服，站出来！”那个老兵被队长那冰冷的眼神吓了一跳，他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势扑面而来，让他心里直打鼓。我老兵支支吾吾的，不敢再多说。我冷哼一声：“既然没人不服，那就都给我好好训练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所有人的训练强度都要翻倍，谁要是敢偷懒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”我说着，又冲着王虎使了个眼色。王虎立刻上前一步，大声喊道：“所有人听着，从今天开始，训练强度翻倍，不服的可以来挑战我，或者挑战这些新来的教官。”士兵们听到王虎的话，都有些犹豫。他们知道王虎的力气很大，一个人能打好几个，而且那些新来的教官看起来也不是好惹的。谁要是能打赢我，或者打赢这些教官，我就免除他今天的训练。王虎再次喊道。他这话一出，教场上顿时骚动起来。真的吗？要是能免除训练，那可太好了。一个身材魁梧的士兵仗着自己力气大，有些不服气地说道：“我来挑战你。”王虎冷笑一声：“好，既然你想挑战，那就来吧。”两人走到教场中央，摆开架势。魁梧士兵怒吼一声，猛地一拳朝着王虎的脸上砸去。王虎不闪不避，猛地一拳迎了上去。砰！一声闷响，魁梧士兵的身体猛地一震，然后连退了好几步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他的拳头红肿一片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王虎则纹丝不动，脸上带着一丝不屑。所有士兵都惊呆了，他们没想到王虎的力气竟然这么大，一拳就把魁梧士兵给打倒了。还有谁不服？王虎大声喊道。教场上鸦雀无声，没有人再敢站出来挑战。他们知道王虎的实力不是他们能匹敌的。我看到这一幕，心里很满意。我知道王虎已经帮我立威了。行了，都给我好好训练。王虎，你带着他们按照新的训练计划进行训练。我命令道。是，林百夫长。王虎领命。在王虎和大雪龙骑的带领下，士兵们开始进行训练。他们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也不敢偷懒，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手段可不是好惹的。我看着他们训练，心里盘算着，我知道这只是第一步，我还要把连弩图纸制造出来，装备给自己的队伍。我把张三叫到身边问道：“张三，你有没有办法在营地里找到一些熟练的工匠，最好是懂得制造兵器的？”张三想了想说道：“林百夫长，营地里倒是有几个铁匠，不过他们都是打铁的，恐怕不太懂制造兵器。”我皱了皱眉头，制造连弩可不是普通的打铁活，那有没有办法在外面找一些工匠？我问道。张三摇摇头：“林百夫长，现在边关战乱，外面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匠，而且把工匠带进营地，恐怕也会引起怀疑。”我心里有些犯难，我知道制造连弩的事情必须秘密进行。我想了想，突然想到系统空间里还有一些物资，我记得系统奖励里好像还有一些特殊的材料。系统查看连弩图纸所需的材料，我在心里默念道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串信息：连弩图纸所需材料：金刚若干，上等木材若干，特殊机关部件若干，熟练工匠数名。我看到特殊机关部件这几个字，心里一动。我记得系统奖励里好像有一个机关制造图纸。系统查看机关制造图纸。我继续问道。系统提示：机关制造图纸可制造各种精巧机关部件，包括连弩所需。我心里狂喜，我知道这下有办法了，只要我能制造出特殊的机关部件，再找一些普通的铁匠和木匠，就能把连弩制造出来。我决定先从制造机关部件开始。我需要一个隐蔽的作坊，以及一些可靠的助手。我把李四叫到身边问道：“李四，你有没有办法在营地里找一个隐蔽的空置营房，最好是远离其他士兵的？”李四想了想说道：“林百夫长，营地西北角有一处废弃的粮仓，那里平时没人去，而且比较隐蔽，您看那里行不行？”我眼睛一亮：“好，就那里了。你找几个人把那里收拾一下，打扫干净，然后准备一些木材和铁料。”遵命。李四领命而去。我心里充满了干劲，我知道只要把连弩制造出来，我的队伍的战斗力将会得到质的飞跃。我看着教场上训练的士兵，心里想着，等连弩制造出来，我就要让这些士兵成为边关最强大的弓弩手。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林渊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欺负的小卒，我是一个注定要在这乱世之中掀起滔天巨浪的王者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走到教场中央，大声喊道：“所有人听着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的训练将会变得更加严格，但同时你们也会变得更加强大。我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们跟着我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吃饱穿暖，让你们不再受欺负。”士兵们听到我的话，都感到了一股热血沸腾。他们知道我不是在说大话，这些天我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誓死追随林百夫长。士兵们齐声喊道，声音震彻教场，气势如虹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充满了骄傲。我知道我的队伍已经开始蜕变了，我要用这支队伍去征服这片土地，去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。废弃的粮仓经过李四的打理，已经
变得干净整洁。我带着张三和李四来到这里，我看着这个隐蔽的作坊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林百夫长，这里平时没人来，而且比较隐蔽，您看这里行不行？李四问道。我点点头，很好，就这里了。我从系统空间里取出机关制造图纸，递给张三。张三，你看看这张图纸能不能看懂？我问道。张三接过图纸，仔细的看了起来。他虽然不识字，但图纸上的图案却很清晰，他也能看懂一些。林百夫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精巧啊！张三惊叹道。我笑了笑说道，这是连弩的机关部件，只要能把这些部件制造出来，我们就能制造出强大的连弩。张三闻言眼睛都亮了，他知道连弩是什么，那可是战场上的大杀器。林百夫长，您真的要制造连弩？张三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。我点点头，没错，不过这件事情必须绝对保密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属下明白，誓死保守秘密。张三和李四齐声说道。我又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一些金刚和上等木材，这些材料都是系统出品，品质极高，这些材料足够我们制造一些机关部件了。张三，你负责按照图纸上的样子把这些机关部件制造出来，李四，你负责打下手，帮忙处理材料。我命令道。遵命。两人领命。我又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一套工具，递给张三。这套工具也是系统出品，锋利无比，足以应对各种复杂的制造工艺。张三接过工具，心里充满了激动，他知道这是我对他的信任。林百夫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把这些机关部件制造出来的。张三信誓旦旦地说道。我点点头，好，我相信你，不过你们也要注意安全，不要把自己累垮了。我说着又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一些食物和水，放在作坊里，这些是给你们的补给，你们就在这里安心制造，不要出去。我说道。张三和李四看到这些食物和水，心里都充满了感动，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真的很好。我交代完一切，便离开了作坊。制造连弩需要时间和耐心，我不能一直待在作坊里，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。我回到营房，婉儿他们正在给我准备晚餐。夫君，您今天去哪里了？怎么身上一股子铁锈味？婉儿好奇地问道。我笑了笑说道，我去了一趟铁匠铺，监督他们打造一些兵器。我没有详细解释，只是随便找了个借口。婉儿他们也没有多问。吃过晚饭，我便开始查看系统。我发现婉儿他们的清新度和依赖度又提升了不少。检测到宿主妻子清新度提升，奖励100段金铁10块。我心里一喜，100段金铁，这可是制造连弩的好材料啊！系统果然给力，我知道只要我对婉儿他们好，系统就会源源不断的给他奖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都会去作坊里查看张三和李四的进度。张三虽然不识字，但他却有着惊人的天赋，他按照图纸上的图案，一丝不苟地制造着机关部件。李四也帮忙打下手，两人配合默契，很快，第一批机关部件就制造出来了。这些部件精巧无比，每一个都像艺术品一样。我看着这些部件，心里充满了激动。我知道距离连弩的成功又近了一步。你真是个天才，我忍不住夸赞道。张三被我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他挠了挠头说道。林百夫长，这都是您教的好。我笑了笑，我知道张三的功劳最大，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些木匠，把这些部件组装起来。我说道。张三想了想说道。林百夫长，营地里倒是有几个木匠，不过他们都是做家具的，恐怕不太懂制造兵器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我知道组装连弩也需要熟练的木匠。我想了想，决定让张三先去教那些木匠，毕竟张三已经制造出了机关部件，对连弩的结构也比较了解。张三，你先去叫那些木匠，告诉他们如何组装这些部件。记住，这件事情依然要绝对保密。我命令道。遵命。张三领命而去。我又对李四说道。李四，你继续负责作坊的保密工作，确保没有任何人能靠近这里，属下明白。李四说道。我交代完一切便离开了作坊。我知道连弩的制造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我回到营房，婉儿他们正在给我准备晚餐。夫君，您今天怎么这么忙啊？婉儿问道。我笑了笑说道。是啊，最近事情比较多，不过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我没有详细解释，只是神秘地笑了笑。婉儿他们也没有多问。吃过晚饭，我便开始查看系统。我发现婉儿他们的清新度和依赖度又提升了不少。检测到宿主妻子清新度提升，奖励高级木材10方。我心里一喜，高级木材，这可是制造连弩的好材料啊！系统果然给力，我知道只要我对婉儿他们好，系统就会源源不断的给我奖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张三每天都会去教那些木匠组装连弩。那些木匠虽然一开始有些不情愿，但看到张三制造出来的机关部件，都惊呆了。他们没想到连弩竟然可以做得这么精巧。在张三的指导下，那些木匠很快就掌握了组装连弩的方法。很快，第一把连弩就组装出来了。我来到作坊，看到那把连弩，心里充满了激动。连弩造型精巧，通体乌黑，散发着冰冷的寒光。它比普通的弓弩要大得多，可以一次性装填10支箭矢。林百夫长，您看，这就是我们组装出来的连弩。张三兴奋地说道。我拿起连弩，感觉它沉甸甸的，充满了力量。我拉开弓弦，感觉它比普通的弓弩要省力得多。好好好，我连说了3个好字，心里充满了激动。我知道这把连弩将会改变边关的格局。我走到作坊外面，对着远处的一棵大树猛地扣动扳机，嗖嗖嗖，10支箭矢如同流星一般，瞬间射出，狠狠地钉在大树上。砰砰砰，大树被箭矢射得千疮百孔，树皮都被射穿了。我看着大树上的箭孔，心里充满了震撼。这把连弩的威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。林百夫长，这连弩的威力也太大了。张三和李四都惊呆了，他们没想到连弩的威力竟然这么恐怖。我笑了笑说道。没错，有了这连弩，我们就能更好地对付异族蛮子了。我心里想着，我要尽快把连弩量产出来，装备给自己的队伍。张三李四，你们继续加班加点，把连弩给我量产出来。记住这件事情依然要绝对保密。我命令道。遵命。两人齐声说道。我交代完一切便离开了作坊。连弩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，我还要把3000大雪龙旗融入到自己的队伍中，让自己的队伍变得更加强大。我回到营房，婉儿他们正在给我准备晚餐。夫君，您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？婉儿问道。我笑了笑说道。是啊，今天发生了一件很高兴的事情，我没有详细解释，只是神秘地
地笑了笑，婉儿他们也没有多问。吃过晚饭，我便开始查看系统。我发现婉儿他们的清新度和依赖度又提升了不少。检测到宿主妻子清新度提升，奖励莲弩制造图纸进阶。我心里狂喜，莲弩制造图纸进阶，这意味着我可以制造出更强大的莲弩。我知道只要我对婉儿他们好，系统就会源源不断的给我奖励。我要用这支强大的军队去征服这片土地，去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。我的百人队在王虎和大雪龙骑教官的严苛训练下，已经脱胎换骨。士兵们不仅体能大幅提升，队列整齐，刀法精进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眼神里多了一股子精气神，不再是以前那副散漫的样子。每天清晨，我都会亲自到教场巡视。我看着士兵们汗流浃背的训练，心里充满了欣慰。这支队伍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战斗力。而秘密作坊那边，张三和李四也在日以继夜的忙碌着。在莲弩制造图纸进阶的帮助下，他们不仅能制造出更强大的莲弩，还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。短短半个月的时间，我的百人队已经装备了50把莲弩。我决定是时候让这支队伍在战场上检验一下成果了。这天，我把王虎、张三和李四叫到自己的营房。最近一族蛮子有什么动静？我问道。张三立刻说道：回禀百夫长，最近一族蛮子在咱们防区附近活动频繁，小股劫掠时有发生，他们似乎在试探咱们的防线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这是一族蛮子的惯用伎俩。好，既然他们想试探，那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惊喜。我冷声说道：王虎，你带着50名装备连弩的士兵，埋伏在咱们防区西北方向的黑风岭，那里是一族蛮子经常出没的地方。王虎眼睛一亮：林百夫长，您是想打伏击？我点点头，没错，我要让那些一族蛮子知道，咱们边军可不是好惹的。我接着说道：张三，你负责带领剩下的50名士兵守好营地；李四，你负责后勤，确保王虎他们的补给充足。遵命。3人齐声领命。我又叫来那100名大雪龙骑的队长，队长，你带领30名大雪龙骑，乔装成普通士兵，跟着王虎一起去黑风岭。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暴露身份。我命令道。遵命主公。队长沉声领命。我心里盘算着，我要让大雪龙骑在暗中保护王虎他们，同时也要让他们熟悉边关的作战环境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我便回了营房。婉儿他们正在给我准备晚餐。夫君，您今天怎么有些心事重重啊？婉儿看到我的表情，关切地问道。我笑了笑说道：没事，只是最近军务比较繁忙，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派兵去打仗了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吃过晚饭，我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教场。我看着夜色中的营地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我知道明天的黑风岭将会是一场恶战，我相信我的队伍一定能打赢这场仗。第二天一早，王虎便带着50名装备连弩的士兵，以及30名乔装成普通士兵的大雪龙骑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营地，朝着黑风岭而去。我站在城墙上，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祈祷。黑风岭地势险峻，怪石嶙峋，是一个绝佳的伏击地点。王虎带着士兵们来到黑风岭，按照我的指示，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之中。大雪龙骑的队长则带着30名大雪龙骑，隐藏在最隐蔽的地方，随时准备支援。他们埋伏了大约1个时辰，远处便传来一阵马蹄声。来了！王虎心里一紧，立刻命令道：所有人准备战斗！很快，一群异族骑兵便出现在山谷之中，他们大约有200多人，一个个都身披兽皮，手持弯刀，气势汹汹。异族骑兵们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，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入山谷，准备劫掠一番。当他们走到山谷中央的时候，王虎猛地一挥手，放箭，嗖嗖嗖，50把连弩同时开火，上百支箭矢如同暴雨一般，瞬间射向异族骑兵。异族骑兵们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一个个都中箭倒地。短短几息之间，就有几10名异族骑兵被射杀。异族骑兵们顿时大乱，他们没想到竟然会遭到伏击。敌袭！敌袭！异族骑兵们惊慌失措地喊道。他们想要反击，但连弩的射速太快，箭矢如同潮水一般，让他们根本无法抵挡。王虎趁机命令道：冲锋！50名边军士兵手持砍刀，猛地冲出密林，朝着异族骑兵杀去。大雪龙骑的队长也带着30名大雪龙骑，从另一个方向冲出，如同猛虎下山，杀入异族骑兵之中。大雪龙骑的战斗力远超普通士兵，他们虽然乔装成普通士兵，但他们的刀法和身手却如同鬼魅一般。他们手中的妖刀每一次挥舞都能带走一个异族骑兵的生命，他们如同收割机一般，在异族骑兵之中横冲直撞，所过之处血肉横飞。异族骑兵们被杀得胆战心惊，他们根本无法抵挡这股强大的力量。撤！快撤！异族骑兵的首领看到情况不妙，立刻下令撤退，但为时已晚。王虎带着边军士兵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，大雪龙骑更是如同死神一般，收割着他们的生命。我站在城墙上，通过张三的情报，我知道黑风岭的战况。林百夫长，黑风岭的异族蛮子已经被咱们的队伍包围了，他们正在溃败。张三兴奋地汇报道。我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。我知道我的队伍已经打赢了这场仗。大约1个时辰后，王虎带着士兵们押解着一群俘虏凯旋而归。他们回到营地的时候，所有士兵都欢呼雀跃，赢了，我们赢了！林百夫长万岁！我走到城墙下，看着凯旋而归的队伍，我看到王虎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，但眼神中却充满了兴奋和骄傲。王虎战况如何？我问道。王虎立刻上前一步，兴奋地说道：回林百夫长，此战我们斩杀异族蛮子180余人，俘虏30余人，缴获战马100余匹，兵器无数。我听到这话，心里充满了激动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。好好好！我连说了3个好字，然后大声说道：此战王虎居功至伟，所有参战的士兵都有赏。士兵们听到这话都欢呼雀跃，他们知道跟着林百夫长真的能吃香的喝辣的，还能打胜仗。我又看向那些被俘虏的异族蛮子，他们一个个都垂头丧气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把这些俘虏都给我关起来，严加看管。我命令道。遵命！士兵们领命。我又看向那30名大雪龙骑，他们虽然乔装成普通士兵，但他们的眼神中却依然带着一丝冷峻和强大。我心里想着，是时候让这些大雪龙骑发挥更
更大的作用了。我回到营房，婉儿他们已经得知了胜利的消息，都兴奋地迎了上来。夫君您真是太厉害了，竟然打赢了一族蛮子。婉儿兴奋地说道。我笑了笑说道，这都是大家的功劳。我心里想着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林渊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欺负的小卒，我注定要在成为这乱世之中掀起滔天巨浪的王者。我要让这片边关因我而改变。黑风岭一战的胜利如同春雷一般，在整个边关大营炸开了。我的百人队从一支原本被认为是乌合之众的队伍，一跃成为了营地里最精锐最能打的队伍。士兵们士气高涨，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狂热的崇拜。他们知道跟着林百夫长有肉吃有仗打，还能立功受赏。我带着王虎、张三和李四以及战豹和俘虏来到了总兵将军的帅帐。帅帐里，总兵将军正和其他几位将军商议军情。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们。报！我大声喊道，声音洪亮，充满了自信。卑职我奉命剿匪，已将黑风岭一族蛮子尽数歼灭，斩杀敌军180余人，俘虏30余人，缴获战马100余匹，兵器无数。我说着，将战报递了上去。总兵将军接过战报，仔细地看了起来。他越看脸上的表情就越是惊讶。好好好！总兵将军拍着桌子，连说了3个好字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赞赏。林渊，你果然没有让本将军失望。你这百人队竟然能以50人之力歼灭200多一族骑兵，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战绩。